谢谢每一位订阅支持观看的朋友呢，你们也可以加入会员来支持我的创作，更是支持一位重度生长者，透过知识分享呢，努力生活、自立生活，让更多人呢看见生长者呢生存的可能性。好，现在呢，我们来一步一步教各位呢如何考取这个 N8N 的执照哈。那我们可以点这个 N8N 快速入门哦。这里呢，其实就是把 N8N 的这个教学步骤呢写成中文版给各位看，那各位就是一步一步跟着这些教学步骤做，去考取这个证照。那证照呢，在这个网站哈，大家用 email 注册就可以了，然后呢，按这个 Explore Course 就可以直接来准备考取了哈。它这里呢，就是有这些课程哈，就是给各位去考哈。那全部考完就会发一张证照。那这个呢，第一步呢，就是开始呢，带大家呢去认识这个N8N哈。那这里都是英文的，我们的这个网站呢，就帮各位写成中文哈。好，那我们呢，就是现在开始按这里哈，立即报名哈，点下去。好，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哈。好，我们按开始哈。好，有没有？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哈。它就是呢，第一步先带你认识这个 N8N 哈，然后进来呢就是这个画布这些。那我们呢，这里有这个中文教学哈，这里呢会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解释哈，你进来看到的画面是什么意思。那各位进来，我们 learning 的画面初始是这样的哈，我们要 create 一个 workflow， 这样。那这个 Canva 呢，就是我们的画布哈，这个 Canva 就是我们的画布。那在这里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节点。那这些讲解呢，在第二页，也就是这一个的第二页，大家看完之后按 Next 啊，它这里第二页会一一的跟你讲解哈，这些图的每一个按钮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中文这里 Overview Person Chart 这里都有哈，这里都有写是什么意思？这样 Template， 那各位这些呢就自己去看就好了。Overview 呢，这里就是这个首页 ，Person 呢就是自己的工作流，这样。好，那我们呢？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工作流，还有你继续滑下来哈，这里呢会有这个 workflow name， 就是这个就 workflow name 哈，然后加 tag 就是我刚刚说的哈，我就标注是我的。那这边呢，最上面这里呢有 edit、execution 这些呢，我们后续呢使用的话，我会一一带各位看。那这些节点呢，各位呢，就是到时候自己看这些中文讲解就好了哈。这个我后续呢建立工作流的时候会一一带各位看哈。好，那有兴趣的呢，自己在这里再慢慢看。那这边呢有这个工作流的设定，就是在这个3节号这里有 setting， 这里有这个工作流的设定哈。那这个呢，因为是教学平台，各位就不要改了哈。有兴趣的呢，就去看这里工作流设定的这个 workflow 是每一个意思是什么？比方说工作流出错的时候通知啊哈，或者是说这个 time out 哦，经过特定时间可以取消，这样。那这个有兴趣的再自己去看。那这个 Canva 呢，就是指中间这一块哦，你可以按这里加节点，也可以按这里加节点哈。好，我们来看下一步哈。下一步就是要看这个节点了哈。那它节点呢，主要呢是
分为这些了哈。首先呢，一定是这个 trigger node 哈，它的第一步一定都是触发节点，不管是定时触发还是手动触发，还是 webhook 就是呼叫触发，或者是提交表单或者是聊天哈，一定是触发节点哈。那后续呢，你在这个触发节点按下去，后面它会分这些核心4大类，然后呢有这个 AI 类，AI agent 代理帮你工作的这样，或者是这 Action App 一些应用程式的节点，或者是呢这个 data 的转换这 data 的转换节点，或者是呢 block 这个 if 或 switch 这一种节点，或者是 core 核心节点HTTP 最常用到的，或者是程式码。那这些我们会在后续呢带各位看所以呢这个各位自己了解知道一下就好了。这样有没有？这里这里都有。那这一页的中文呢，讲的就是这一页的英文。这样好，那我们再下一步。好，那这里只是摘要而已没有关系，我们就 next 就好。然后你完成一个课程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的按钮，代表你已经完成了，然后这个就会算一部分的分数。好，我们可以看这个进度，这里就有进度，然后呢，你总分要达到70分以上才会核发证书。好，我们再回来我们继续。好，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下一个课程，就是这里简介它在这里呢就是要你做一个 workflow 了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里呢就是要我们做一个 workflow 了，有没有？第一个先开一个触发节点，来我们来看，新增一个主要的手动触发节点，我们刚刚新增了，有没有？第一个很简单，它就一步一步带你做。那我们按下一步，新增一个 Hacker News 节点，我们来复制这个名字然后我们按加，然后复制贴上 Hacker News， 然后我们就点第一个就好，那这个节点呢是安发内建的抓新闻的节点，然后我们就是选 Get Many Item，Get Many Item，就抓很多新闻，这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现在设定可以设定 Return All， 这样就 Get All， 有看到吗？一模一样。那我们按下一步。那这些呢，其实就是英文的这一步。我们来带各位看一下，有没有？它叫你去加后面搜寻那个 Hacker News 节点。那我们按下一步。有时候你网页如果滑太快要回去一下，就是它会辨识你到底有没有看完所以你各位不要太快按下一步好，那现在呢一样我们继续来看中文版的好，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节点我们先把这个关掉，我们回去它原本是怎么说的？它这里有说parameter 呢是这个参数的控制，那 setting 呢是这个执行序跟外观就你自己看你要怎么控制这个 output data。如果没有 output data， 它也要输出一个空的东西如果失败，它一直重复测试那这个以后再讲。那这个呢就是直接执行这个就直接执行。那 DOC 呢就可以看到它的文件说明怎么用这样。那我们现在呢参数 resource 呢代表呢它会选取所有的资料
然后呢，操作呢，我们就是要抓新闻，好，然后就最多抓100笔，这样。然后这里呢有这个 action files 哦，这里呢可以加这个明确的结果，就是说我们要加什么搜寻的东西。好，那这里要我们加这个 automation。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add file keyword automation。好，那我们来看看。然后这个 setting 呢，就是这个节点的执行记录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备注哈，你可以写，可以不写。那这里呢，刚刚说写要备注，那我们就写吧，然后呢，写好之后呢，打勾，它的备注呢就会写在下面。好，有没有看到？好，那我们这里不要100笔，我们10笔就好，10笔就好了。好，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执行了哈，就我们刚刚说的，有没有？这里就有执行了哈，就有这些资料，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按这个，我们可以按这个 table 哈，按 table 可以看到10笔的新闻，这个都是新闻的哈，这个都是新闻，这都是文章，这里都是新闻，这里都有，这个URL，这都是新闻，URL 在这里，全部都是新闻，那就是10笔 automation 的新闻，这样。然后他说啊，负责这里呢有一个小图示哦，它要显示这个执行的时间哦，这里有写373微秒哈，就是这样，很快啊，那就是这样。那还有这个显示节点的传回的数目。好，那我们再按下一步。那我们可以储存这个工作流，你可以看 Ctrl+S 或 Command+S。那按发按呢，现在已经有自动储存的功能了哈，所以呢你是没有按也没差，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流，这样。那我们呢就要回到这里哈，这里写的就是刚刚那一些，那一样我们就是要慢慢的读完这些网页。好，就这样就完成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进入这个主题了哈，它会有一个故事情境哈，让我们做这个工作流哈。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它这个工作流。他说，好，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流呢，就是他要我们做一个这个销售报表资料仓储的工作流。好，那我们来按下一步。嫂子，这汤你能不能固定给我做？我不光收干菌了。好，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来哦。从资料仓储呢取得相关资料，再依订单状态呢筛选订单啊，然后计算订单金额，然后在 Discord 频道呢通知团队这个不可订单资讯。
然后将这个 processing 呢，订单明细呢，写入一个资料表 data label，然后呢排程呢，就是用一个 schedule，每周一早上执行啊，然后我们就是要用到 Discord 跟安发安这两个一个外部服务一个内建的资料库功能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做它这个工作流哦。首先呢就是要从资料仓储呢取得资料，好，那我们来第二步，这里就是从资料仓储取得资料，一样我们现在呢这个先不要管，这个先不要管。我们呢现在要加一个核心节点，叫做这个 HTTP， 我们要从这里呢抓资料，然后我们来看看了好，那这样我们先把工作流命名，好，那我们先命名，叫 Nancy Workflow，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资料仓储呢，抓到这个资料，一样新增一个手动触发节点，新增一个 HTTP 节点，然后先把这个节点呢改名字，然后改名字改好了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参数设定了 max get， 然后呢 URL 是用这一串，URL 用这一串。然后 send header 呢，我们呢这里要改成 true，send header 改成 true，然后呢用这个 using fields below，using fields below， 然后 name 呢输入这个 ID， 然后我们的 ID 在哪里呢？在这个个人档案这里我先把这个读一读。他说一样这里都是一样的。ID 呢在哪里？就在这里的，这里按复制就好了。我们按复制，这样贴上来，这里就是了。然后还要填什么呢 ？Observation 我们这里要设定一个 credential 的 observation， 然后呢 add also， 然后我们要 create new credential， 我们先把这个 credential 呢 XAPI key 填上去 ，name 是在这里。那 value 呢？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这是 value。然后我们命名一下。命名，储存，这样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呢按执行就取得资料。没有错，这里就取得资料了，有这么多资料一共30笔好，让我们来看看下一步。这里有说ID 是你们的订单的这个唯一 ID，然后呢
custom ID 客户 ID，employee name 客户 name 同事姓名，还有这个客户订单的总价，还有订单状态，已成立或处理中，这样，这里都有。松茸牛肝菌，加几味简单的调料，没别的了。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资料写进 data table， 等于我们要建立一个 data table 那我们现在来建一个 data table， 那这个 data table 呢？我先把表格里，不是。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按那个 data table 然后 create new data table， 然后写 order，然后是单张表，我们要新建这个表。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建好之后呢，我们 add color 呢，要把这些栏位名称填上去。注意，栏位形态呢是 number string 就是数字字串，数字字串的。那我们来试试看。好，这样就建好了哈，可以准备接收资料了。好，那我们来接上 data table。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找这个 data table 然后呢，他有说你要用 observer， 为什么用 observer 呢？因为要确保它资料是更新的不是用 insert 因为如果用 insert 呢，就是它从头到尾就直接新增了如果你有一样的资料，它也是一样新增的。那 observer 就只是更新了而已好，那我们呢这里呢加一个条件呢，就是只要这个，这样就好，把这个匹配条件给它比对，这样。然后再把这些值挖进来，这个执行，有没有？这样就好了它就会根据 ID 看有没有重复要去更新，没有重复呢就写，有重复它就不更新，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继续。好，现在呢就是要教我们这 if 节点了要我们来筛选订单有没有 if 节点？这样在两个节点中间加一个 if 节点，然后命名是这个名字。不让 if。我们现在呢是要这个用这个名字，然后呢，他说要我们呢要这个订单状态，那我们就是把订单状态让它过来，然后呢，我们要判断这个订单状态是处理中。要注意这个值是 string， 所以我们要用 string然后如果是处理中，
就找衣服。好，不是这样，这个呢，它是要走这里，这一个，这个样子。好，那现在呢就是分成14笔呢是订单处理中，16笔呢是这个已经处理了。那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有愿意的就跟着满满上山，采回来的3、7分，违了规矩的取消资格。哥，满说的对不对？说的对，但你不这么说。老太太说的也不是。见证全新蜕变，让移动从容随心。好，那我们呢要再把这个资料呢写进 database 哈。这个呢表格呢，我们只要这个已经处理的，不，这个表格我们只要 processing 处理中的哈，所以呢是要连到这里，要连这个处，只要处理中的这样。你们不能多采，因为采光了，明年就没有了。小孩子懂什么明年后年的？山上的东西年年都长。满说的对，有些山货采一茬少。然后他要我们先把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都删掉。后来有人乱挖了，10几年都没再见。我又不是说不让留，我就是说凭什么他说了算？那我们就先把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删掉。好了。连个蘑菇汤都喝不上，他们分山货都不带我的。前天一手敲了活的。好，那我们就是执行看看了。你要参加，明天跟着上山干活就行。就是把老胡总还上山。那你不上。然后现在就变成14笔了，有没有？然后就变14笔了。这样啊，那我们再看下一步。好，那他现在呢就是要多一个设定的节点哈，用这个 API 的节点呢，就是把资料过滤成哦，只要 employee name 跟 order ID 哦，插入这个 data table 就好了。好，那我们就是在这里中间再多一个这个节点。这里再多一个这个节点。然后呢，先从命名。啥香味儿啊？我咋闻不着？竹荪。这叫竹荪。然后把这个 order ID 还是挺像好的。让过来。哪闻到的呀？跟 employee name 让过来。执行。好，我们再来比比看，对不对啊？哈。178。不用，满认的路，白团带路。对，没有错。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过滤后插入一个新的 data table。好，那我们就是新建一个 data table。娘，你不认得呀？陆哥说这个不是。新建一个 data table。我听你说过。Add current。陆哥说之前的。order ID。一大早就跑上去了。哪有白团团保护嘛？白团团可厉害了，还帮晚上Number。带一伙。employee name。回头银子一文不少你的。String。好，我们现在呢要接新的。肯定好吃。
这里是换成 processing order， 我爹都说能把额头吞下去。然后把这个 order ID 拉过来，order ID employee name， 这样，然后写进去，这样就好了。我们来看有没有。然后有，它只要这些东西就好。我们下一步，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计算呢已经成立的订单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按照它用这个核心节点code 然后呢选 JavaScript 程式码。那它有2种模式一种呢是把整批一起处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针对每一笔资料呢执行一次程式码。那我们这是要整批一次处理的，因为要算总金额。那我们呢就是用它给我们的程式码，它有给我们程式码，这样。这样就有这个总金额了没有错好，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串这个 Discord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Discord， 然后我们要 send message， 我们要 send message。好，我们现在来看好，那现在串 Discord 它这里呢有这个连结我们点进去，这里也有你要按右键好，那我们按接受。这个告位随便填就好了。好，那他现在这里说呢，我们要确定有看到这个频道我要进来了好，我们现在呢来看 send message 选了，然后我们要设定这个 webhook URL 好，我们来设定一下，我要 new boss token 我们看 boss token 是多少。我们要选 webhook，connect type 我们这里要选 webhook， 然后这里要设定这个 webhook URL， 然后 webhook URL 呢，我们就是贴上这个贴上这个，然后节点名称呢用这个。好，这样就存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文字呢贴进来。它这个是什么呢？它会跟你说就是总订单16笔，总金额是2251，然后我的 ID 它会抓第一个节点。就是这一个它会抓这一个。好，那我们呢就可以来发送出去看看了。对，我们就发送看看。好，我们来看频道有没有？没有错，这是我的 ID 没有错好，那就是这样用那就是这样用。
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加一个 schedule 哈，就是定期触发的节点啊。我们可以加一个 schedule， 定期触发的节点 ，other trigger schedule 这个，然后我们就是如果选 week， 我们可以选这个每周一，他说要每周一啊，那我们就是这样。那 midnight 是午夜啦哈，然后我们可以来看它是还有什么时候，啊，它早上9点，啊，那就是早上9点，每周一触发一次，早上9点，那就是这样，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发布它 publish 它就会每天早上去执行了哈。他就会每天早上去执行了，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工作流的执行记录，这里有这个工作流的这个执行记录，这里这里就有工作流的执行记录。那它这个 log 呢，就会有这个那这里呢有这个工作流的 setting 那因为这是教育平台各位就不要去动它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就自己在自己的主机尝试就好了。比方说工作流失败的时候要呼叫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这样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下载跟汇入你可以在这里 download或复制或下载或汇入这样然后呢就是入门测验的啦这个就是入门测验这样然后这个入门测验呢它会要你就是修改呢这个工作流然后修改工作流之后呢，你要跑一次看结果，然后他会问你问题，这样。好，那这个就是第一章。那我们来看，方案这里怎么说？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测验了我们一样你如果呢一直滑下来呢，就是滑到这个考试这样好，那我们这个考试呢，各位要自己尝试去做这里也有这个题目它会要你修改这个工作流，这样。好，这样呢就是考完第一个测验了那我们就是 next。好，我们可以看progression。好，这样你就完成这个49%了然后目前呢，分数你已经来到31% 了你只要到70分就可以通过了。好，我们继续。好，我们继续下一个 N8N 的资料结构现在呢，它就是要讲 N8N 的资料结构，有阵列这种就是阵列这种就是阵列那要注意在程式里面呢，阵列是从0开始索引的所以是0、1、2、3。那这个呢，在索引位置呢就是2，这样。那物件呢是什么呢？它是
像这样的包裹形式哈，然后它有2个属性哈，一个是 name， 一个是 color， 这样。那物件阵列就是在阵列里面呢，包含这个物件啊，有没有多个物件阵列啊？就是这样。那呢，它呢就是会去读取呢这个每一笔资料的 item， 就是0、1、2、3、4这样啊。然后这个呢，这个的说明呢，就是现在我们这里的第1页啊，我们这个的第1页，这样我们这个的第1页。好，这样就完成了，有没有？好，我们继续哈。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用扣的节点呢，把每一个物件给包起来啊，这样啊。那这个呢，等一下呢，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资料集啊，这里还要我们做一个资料集。那我们现在呢，先建立一个 call 的节点。好，我们开新的工作流，开新的工作流。好，一样，建立一个 call 的节点。然后程式码呢？先帮节点命名，然后程式码呢，它这里有给我们哈。它这样的执行呢，你就会看到2个物件啊，它这样是包一个物件，这个一个是 name， 然后一个是 email 里面又有这个 person 跟 work， 这样啊，那就是这样执行就会长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它要我们干嘛？好，它现在呢，就是要我们在后面再接一个 call 的节点，大家就是要再多一笔资料就对了。然后命名是 work email， 然后现在呢，要在后面呢再多一笔资料。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哦。它就会在前面两个这2个栏位里面呢，再多出一个第3个栏位，有没有多一笔资料？这样就是它这个物件呢，它就会有三个属性，这样，它这个物件就会有3个属性。我们可以看它的 JSON 格式，就是这样一个大的物件，里面有3个属性，这样。然后现在教你，如果你要抓节点的参数的话呢，如果是 first， 就是这个节点的第1个节点，这样哈，它就会去抓这个节点的第1个节点。你如果有很多节点的话，那它就去抓第1个，这样。它就教你点 first， 就是第1个资料项，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资料项，这样，然后这是全部的阵列，然后这是所以位置，这样。好，他现在呢要我们做这个工作流哈，然后等一下呢就是演示这个 first， 就是刚刚这种第一笔资料，他会抓第一笔的这个，他会抓第一笔的这个节点的资料，那我们来看看哦，我们来看怎么做，他现在就是要我们做，好，我们现在来做，新增一个这个资料仓储的节点。好，我们现在新增一个资料仓储的节点。然后改名，然后新增一个 call 的节点，然后贴上了程式码，然后在后面再加一个设定节点，在后面再加一个设定节点。然后它要新增一个栏位，这个属性栏位是 summary， 然后呢，它会抓这个节点的第一个名字。我们看它设定，它叫 get all people。get all people。好，我们来执行看看。好，那我们可以来看哈，它现在这样呢，就是说呢，去抓这个 get customer 这一个的第一笔名字哈，那就是这个 jet 啊，第一笔名字就是这个 jet， 他会去抓这个 jet， 然后呢，再抓这个 count customer 这个第一个的这个 total customers 是5，那它其实就是这样啊，它会抓这一笔资料的第一个 J， 这一个，然后呢，再抓这一个第一笔资料的5，这样，然后出来呢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步要干嘛。好，那它接下来就是要带我们认识 HTML 跟 XML 节点。
就是两种的这个资料形态就对了啦。HTML 呢，就是可以透过 CSS 呢来截取 HTML 的内容，就网页啊，我们平常看的网页，就是这种就是 HTML 啊，我们平常看的网页。然后呢 ，XML 节点呢可以将这个 XML 转成 JSON 转成 XML， 那这也是一种这个描述的格式啦哈。好，那他要我们来试试看，啊，一样也是读这个是他们 N8N 的一个部落格。好，我们来试试看。HTTP， 啊，他要我们去抓这个网页，然后用 get， 那好，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执行了。我们来试试看。好，这样呢就可以抓到这个网页的 data 了嘛，这样就可以抓到这个网页的 data。好，然后呢，还要我们干嘛？呢？还要我们建一个 HTML 节点，那就是按加，然后这里找 HTML， 然后他说是什么节点？HTML no。HTML 我们就是选这个 HTML 的，然后要解析这个 HTML 内容，然后呢 JSON data 没有错，这是一个 JSON， 然后解析的参数是这个 data。然后呢，解析的这个 key 就是title， 我们要它参照的呢，就是根据这个 title 下去解析风格当样式表。格式表，然后呢，再 return value HTML，return value 开启，这里是 HTML， 好，我们来执行看看，它就会按照这个 title 的格式呢，这就是其实这个格式啊，就是它这样输出这个我们比较看得懂的表出来哈。这个就是这样，这节点就是这样用。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按照它要演示的这个 HTML， 按照它要我们演示的 XML 呢，也来演示一次。那这个是一个宝可梦 API 的这个描述档就对了，然后。来，我们来呼叫看看，它这个是一个宝可梦的 API，
后呢，我们要新增一个 XML 节点。我们要把这个JSON 转成那个 XML 啊，然后name 用 result。输出的结果叫做 result， 然后我们执行，就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这个描述档。XML 是一种描述标签的意思反正呢，它就是变成这样的描述档这样。那我们可以按JSON看看，就是会长这样。好，那我们下一步。好，下一步它要带我们认识这个日期的资料形态有 data 有 time，data time， 然后 time stamp， 还有 year， 这主要用在 schedule trigger 的那我们它一样也是新增这个一个这个 custom， 也是新增一个 custom data store N8N 的训练节点。然后呢 ，OB part 命名为 get， 这个就是刚刚一开始前面那个刚刚第一个练习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直接把它拉过来。它要改的就是这个然后呢，用 return all， 不要限制5笔，它要全部了然后呢，检视输出，注意每一个客户的 create 日期。这个每一个客户呢，都有一个 create 日期新增一个 data time 节点 ，use data 好。那我们就是新增一个 data time 节点。然后呢 ，run data。run data， 然后它要干嘛呢？将操作上来 run data，run data 的输入呢，他说是create。这个是输入值，然后呢 ，output 输出值写 new data， 输出值命名为 new data，
等问号。然后它要选择可选功能下面要多开这个功能啊，这里有啊，它要打开啊。他说呢，让原始客户的资料45日后的日期一并保留。好，那我们就是它这个只保留到月了哈，然后呢，它这个就是45日之后一并保留。New data， 有没有？它就是4月10号变从4月1号开始。我们来看哦，它这个新的值4月10号变4月1号开始，5月5号变5月1号开始，4月9号变4月1号开始，10月变10月1号开始。那它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新增一个 if 节点。你再新增一个 if no。好，然后呢，说检查条件 new data 要晚于1960。那么又是晚于 is after， 然后呢1960，1月1号，1月1号，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我们执行它这样就是有3笔，然后再新增一个 data type 节点，新增一个 data type 节点，然后呢，将 operation 设为 add 新增 data， 对，然后呢，输入运算式 duration 设为5 duration 设为5 unit 设为10。好，那我们就是 new data 进来，周期间隔设为5，这样，然后呢，名字叫 play 5天，然后一样打开45日。我们执行看看。它这个执行就会变成了，从第5天开始算的。所以说5月5号呢，它就变5月6号，4月9号变4月6号，然后10月12号变10月6号，它就是从第5天开始算的，它从这个第5天开始算，周期变成就是，这个期间变成5，就是从第5天开始算这样。好，那我们再新增一个 set 节点，它还要我们新增一个 set 节点。
后呢，设一个年的新栏位，设一个年的新栏位。然后呢，这个值就是这样。形态 string 对然后它现在设一个连的新栏位那这个新栏位的值呢，就是去抓这个前一个节点的这个 new data 的这个 data type 然后呢去帮它加这个20年然后就加了20年，然后帮他加了20年，然后呢，他这个要打勾，include other inputs，对，然后其他资料也要，那就是打勾，其他资料都有了，就最后面又加了一个 new year 这样。它这个是加在 false。false 分支它这个是这样，这个是加在 false， 那这样就变这样。然后我们执行一次，3比2比。对，没有错，new year。那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呢，下一种资料形态，二进制资料这个二进制资料呢，就是例如图档这种或者是 PDF 或者是 Excel 都是这种都叫二进制资料。然后它这里有说二进制呢，就是可以用这种节点呢，把档案读写进来，或者是用 HTTP 呢就抓下来。然后呢，这是把二进制档案呢解析出来，解成我们看得懂的格式这样它现在要我们下载一张图，然后我们现在一样又是创一个 HTTP node。再创一个 HTTP node。不对，这是名字，名字是这样，然后网址是这样，网址是这样，它这个应该是一张图。那就是抓到一张图的 URL。然后它还要再接另外一个 HTTP node。它第一个是抓图的 URL， 那第二个它就是要用这个 URL 呢，把图给抓下来，这个就是一个二进制档。你可以按 View， 就可以看到一只狗，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它要干嘛。再加一个 Add Image。它就是去对图片进行简单的编辑，这样。
这个它这是模糊，然后呢，它要我们做肉场旋转180度，要我们做旋转图，旋转肉场180，好，执行，看看没有做，它又倒过来了。然后第二个工作流呢，它也是要我们抓那个 CSV 档，好，那我们就抓一个 CSV 档。CSV 档，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JSON 的格式呢转成 CSV 档，所以它要我们接一个 convert file 节点转成 CSV。然后呢，就是把这进来的东西转成 CSV， 然后输出栏位加 data， 这样就有了，有没有？对，这个是按 View 就会下载，那你也可以按download也会下载。这样，那我们可以来看看，有没有抓下来就是 CSV 了。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拆分资料，它要我们拆分资料，就是 split out 这个节点，我们继续来做。然后现在这个执行就是抓到5只宝可梦了哈，这是5只宝可梦。然后呢，它要我们用一个 split out 节点，把这个本来是一笔阵列，一笔的阵列里面有5个物件，它要把它拆出来，然后呢，拆出来叫 result， 输出是 result， 这样，好，我们执行看看，这样有没有？它就变成5笔了，有没有？一个阵列有本来一个阵列有5个物件，它就会把它拆成5笔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输入是1，输出是5，这样。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合并资料，merge 节点merge 节点它有 append、combine 跟 choice branch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练习这个合并节点。
一样又是 HTTP。哦，没有，它现在是这个东西，results 哦，gets a custom data。AI 是 results。然后这个是这个 get custom data。然后呢，现在一个扣节点。现在形成一个扣节点。然后呢，将这些程式码贴到扣节点里面。好，那现在这个程式码就是抓 name 跟国家，好，要形成一个 merge 节点。形成一个 merge 节点 ，merge 节点。然后它现在是说呢 ，custom data 一接到那个 input one， 然后把这个 character code 节点接到 input two， 然后把 mode 改成append， 两个输入会合并成一个单一显示，就变成这个资料在前面，这个资料在后面。好，那我们执行一次看看。好，这样就会变这样了。这个 get custom data 呢，这5笔资料在前面。那另外一个 character 这个呢就会在后面4笔 ，append 就直接加在下面，这样。然后现在呢要我们改模式了改模式，然后呢来 combine， 它就是要我们去看每一个模式那第一个呢是 name， 第二个呢也是 name。它就是要这个去把 name 一样的呢才会出来。那我们看看，这个 name 一样，这样就对了。那我们继续，接下来是讲这个 loop 回圈与批次处理。因为呢，这个是算很重要的，很多功能都要用到这个 loop， 它必须要跑这个回圈那我们就要来试试看这个 loop。好，一样也是一个 call 的节点这个 call 的节点是 RSSP 的，它就去抓这些就好了。好，那现在做一个 call 的节点了，然后去抓这2个网址。
又输出一个，然后现在要接 loop， loop 应该是这样。loop 在这，接一个 loop 的命名 page。这个一就告诉他一次只处理一笔哦，然后这里有2笔哦。然后新增一个 RSS 节点，好，这里新增一个 RSS 节点，好，那这里就是这样。然后呢，把这个 URL 拉过来，然后 RSS 节点就会去这个 URL 抓这个新闻哈，好，那我们呢就是执行一次，好，这样就有了哈，可以看到2笔回圈了，这样，对，没有问题哦，那就是这样。然后这是一个检查执行记录的 log 了哈，这个是你可以在这里看你的执行记录，就是这样，在 execution 这里，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去逐步侦错就对了，这样。然后你也可以聘注这个节点哦，就是我要锁定这个输入的资料，就不会再更改，永远都是这一笔输入的资料这样，哦，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这里就是捕捉错误了，我们就是可以抓这个错误的工作流，这样，然后这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点这里都有这个 setting 嘛，然后这里有总是输出资料啊，如果错误的话，你可以叫它尝试多试几次这样，然后或者是说失败就停止，对，失败就停止，或失败一样继续。通常就是会搭配这个 always output the data， 然后失败进去继续，然后通知看看传出来的错误讯息是什么，通常是这样。然后他要我们做一个 error trigger 哈。好，那我们就是试试看，一样 HTTP， 然后是连接这个 HTTP， 然后连这个 HTML。这个 URL 呢，它只会传明白，只会传这个错误讯息。好，错误哈，
那我们呢就是要打开这个 setting always output the data continue。好，我们来执行一次。好，那这里就有这个错误讯息。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呢，看一下，continue。它不要同一个节点，它要第二个节点，它要把 error 输出在第二个就是 success 跟 error 两种然后呢，我们就是加一个set 也是 success， 一个 set 是 error。另外一个是 error， 那只有 error 有收到东西，这样只有 error 有收到东西，这样然后呢，也可以设定那个 retry 让它重试看看然后试个2次然后重试等待时间是1000微秒1000微秒，然后你就执行看看，你就看到它自己会去重试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又有新的东西要我们做了那现在呢，就是从公司拿到订单资料，然后计算总订单，然后呢，要产出这个 CSV 档案，然后还要分区汇总。还要监控错误，那我们就是一一来做了一一来做。Nancy 呢，把公司的客户资料做成一个 data table， 然后他现在要我们汇入，那我们就下载，然后来汇入这个 data table。我们就是来这里 create data table， 这次呢不是这样的，是要用的 import， 然后选这个刚刚下载的这个档案，然后选好之后呢，给一个名称 customer。然后直接按 create。之前那一个已经有了，那我们就是B1， 之前那个已经有了，我们就 create，那我们呢这里就是有时列，然后有这些栏位。region， 没有错 ，sub region， 好，我们现在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作流，
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作了 ，Nancy V2 一样，Trigger 看他怎么说，加入一个 data table。get， 这次要 get， 名字改一下 ，get return of v1， 好，都抓下来，然后10笔。有，然后再加一个 HTTP 节点 ，get countries， 它这是要第二个分支，它这里要在一个分支 get country。有，它这个是两条，然后要用 merge 节点。OK， compile， not by fields， 好。merge 节点 combine， 先把这两个乱一样。merge by country。name， 这里打勾，等一下是第一个是 country， 第二个是 name， 对不对？对。输出，这样就都会填进去了，没有错，这里都有 region 跟 subregion 都有，然后再新增一个 data table。新增一个 data table， 然后这里是 update v1， 这样 update data table， 这里应该是，这样。update， 对，没有错。这个 condition， 对，它会根据这个 ID 下去更新，没有错。好，它这个就根据这个 ID 下去更新哈，然后呢再把
mapping column，改成 each，对，没有错，然后呢，删除所有栏位，只保留 region 就好了，保留 region 就好了。再把这2个 region 填进来，执行工作量。这样应该就都写进来。我们看看。好像就有了。我们来看，接下来要取得订单资料。他又要我们建一个新的工作流。他又要我们建一个新的工作流，那我们就这样建。再建一个新的工作流。我现在再建一个新的工作流。trigger。他现在说呢，要再接一个 HTTP 节点跟 data table， 好吧？然后我就是再接一个 HTTP 节点。为什么读不到？分发案。header。反正呢，这里有一个这个进来，又来了，gets all the data。我们就是按照他这样说的设定，send header name value 就是的账号的 ID， 我们账号的 ID， 然后呢？会看到30笔，执行会看到30笔。
后30笔那种，再新增一个 data table， 再新增一个 data table。然后是 get many custom， 这个应该是要 V1 那一个10笔，对，这是要 V1 那一个。然后再来一个 merge。merge combine custom ID OK， 它现在这个是要2个值一样的才发。他要把这个2个值一样的 custom ID custom ID出来，我们看看。combine进去。custom ID 一样的 combine 进去，这样，1、2、3、4、5、6、7、8、9、10。country region好了，这样就都有了哈。好，我们再下一步。然后我们要再上传欧洲报表。那我们就是从第1份的 merge 接下去，它要我们做一份欧洲的报表。就是它这里要有一个 headset， 然后呢，它的
然后呢，现在一个名字叫 Old Total 的人物。然后呢 ，type 是 number，type 是 number。然后运算式就是这个节点的价格乘以数量，这个节点的价格乘以数量，这样执行，它就会多了一个这个栏，它就有这个栏位。它还要保留其他资料，那就是这样。它就加在下面，在最下面。然后呢，再去比资料。新增一个sort，然后它就要排列这些资料，要排列sort，sort，然后呢 sort，按照总金额进行一个排列。还有是栏位名称，old total，以 old total，以总金额呢进行一个排列。以总金额呢进行一个排列，这样排出来就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要递减，那就是这样。再递减，然后呢，新增一个 filter 进去，这个是我们就是从这些里面选出欧洲 filter。欧洲，还有欧洲12笔，应该会有12笔，对，12笔，然后再一个 convert file 转成 CSV。再一个 convert file 转成 CSV， convert to CSV data。这有一个档案呢，我们可以下载。下来这个203就是没有错，12笔。好，那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这个报表呢做一个区域位置，然后他有说要连到 Discord。那这个 Discord 呢，它最后这个连到这个 Discord 应该是有问题的啦。我以前考的时候呢，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他现在修理好了没。啊，反正呢，这个只是不能满分而已，没有关系。那我们呢，就是在受着节点呢，现在会有2个分支，一条呢是去欧洲，另一条呢是去 Summarize 本部哈，新增一个 Summarize 节点。好，那我就是从这里新增一个 Summarize 节点，然后呢，我们要对 Order Total 做上加总 Count， 也是 Order Total， 然后呢是 Order Total 做 Count 计数，在 Filter Field 在这个2位区分，在这里填 region， 然后格式输出格式是选这个，每一个都要分开。我们来看看，好，它这样呢，就是把这个计算的这个金额呢跟订单总数呢，按这个区域去区分哈，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视频，对。好，它现在呢，这个新增一个 sort 节点，它在这里再新增一个 sort 节点。我先把它改名字。还扭出来是我的节点，然后呢，我们要是以这个上 order total 下去递减，好，然后呢？我们再新增一个 convert file， 再新增一个 convert file， 现在要 convert CSV Summarize to CSV， convert to CSV， 执行这个节点。好，然后呢，再新增一个 headset 节点。
再新增一个 add set 节点，连到这个 source 上面，它会有第二个分支，它这个又要有第二个分支 add set。然后呢，Discord message，然后新增一个 Discord message，然后呢，把这个填进去，把这个填进去。那这个 U account ID 呢，在这里，这样执行，要 include 其他资料也要，好，然后我们再新增 Discord 节点。这 Discord 节点就是这个，直接复制贴过来，这样，然后呢，它要怎样？Web hook 可以玩填这个东西。要填那个，填这个，好 ，S2，S2，然后 message 就是前面那一个 message 就是改这个执行啊。不行，没有错。这个我就说它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就不用管了哈，这个是无所谓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工作流错误监测的，那我们来试着做看看。我刚刚少做了一个，它这里呢还要一个把报表上传这里，这个还好我有回来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要把
这个报表上传，这个就是改成 post， 然后呢，这里呢 URL 改这个 URL 改这个，然后上传的 URL， 然后呢后面是改成这个 unbound binary data send body， 这里呢要用这个 unbound binary data， 然后这里呢就可以送这个 data 进来，这里就可以送这个 data 进来，我们可以执行一次看看啊。没有错哈，他就把这个送上去了 ，success， 是成功的，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下一步这个工作流监测，错误的监测。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啊。这个用一下。接下来呢就是做一个这个工作流错误的监测，命名加入这个错误的监测，新增一个 error trigger， 新增一个 error trigger， 这里呢开始就都是 trigger， 那你如果找不到可以按 error。这里就有 error trigger， 这里，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要新增一个这个 set 节点，新增一个 set 节点。content， 然后再复制这里，再把 ID 换成自己的。好，然后呢，还要再新增一个 Discord 然后呢，如果有错误讯息呢，它会发送到这个 Discord 这样。但其实这个我有做过啊，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啦那我最后是发送到 LINE 是可以的啦然后他要我弄一次，我就弄一次给各位看。那我可以跟各位说是有问题的。Discord， 然后他说
或者都可以 message。然后就是要用这个 message action，send a message。Channel type webhook。设定webhook UI。设定webhook UI。然后他名字，就给他名字，他要名字就给他名字。好，然后他说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那基本上应该是不行的，对，有没有？这个其实是不行的。那这个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你可以发送到 LINE 啊。那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要用这个要怎么用呢？就是说呢，我们回到这个。这个 generate report， 这个工作有叫 generate report， 它让我们回到这个 generate report 这一个哈，然后呢要怎样呢？然后我们开始这个 workflow setting， 然后呢这里就是要做这个 workflow 的 error trigger 哈，这个。侦测，那要怎么用？就是说呢，在 error workflow 中呢，设定这个监控的这一个，那这一个监控你记得哦，你要把它 publish， 我们把它 publish， 这样，我们把它 publish，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这里呢，这里，我们就会在这里找到它了，有没有？那如果呢这只出错，那它就会侦测到，就会发送报告到这里，这样，它的原理是这样。那我只是把这个改成 LINE， 我有做过了，我把这个改成 LINE 哈，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要开始考试了哈。大家要开始考试了，来，我们开始考试。那这里呢，就是各位要一直按下一页。好，现在要开始考试了哈。好，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多少，完成了81% 了哈。然后现在呢，及格分数是48%。好，我们继续哈。在这个部分呢，是要讲 AI agent 的哈。好，我们继续。
好，我们继续哈。现在呢，就是要做这个 AI agent 的聊天代理哈，就讲这个 message 节点哈。好，我们先做一个新的工作流。我们再做一个新的工作流。然后它现在呢，就是要我们做一个 chat 是这个，然后后面呢就可以接一个 AI agent， 这里可以接一个 AI agent， 这样，然后我们来看，然后这里呢可以用一个 chat model 哈。我们可以挂上一个这个 chat model， 然后 chat model 你一定要 API key 才能运行哦。假设呢，我这里用 Gemini， 那这里呢，就再 create 一个 credential， 那这里是用 OpenAI 的。那我们用 Gemini 是有免费的额度了啊。那 Gemini 的 key 在哪里呢？你在 Gemini 按 Dashboard 呢，这里就有你自己的 key 了啊。那你就是直接按复制，然后呢，在这里 Create New Credential， 那你就贴上自己的 key， 这样。在这里你就写你们自己的，你就写你们自己的，然后储存，这样就可以用了啊。我就用。好，现在有了哈，2.5要淘汰了，我用3.5，好，这样就有了。那我们来看看哦。那他说呢，我们在这个系统提示词你是可以写这个，你要它是哪一种风格的机器人那它这里是有预设的这里是有预设它这里说呢，你是这个一个公司的客服的助手好，那我们现在呢，我来跟他再问一次，看回答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就是变得很有礼貌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一种风格的设定好，那我们下一步，然后现在是没有记忆的那你如果要记忆呢，你就还是要加入这个 simple memory 那他就会记住呢你跟他聊过的事情，这样，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有兴趣的自己再去聊基本上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让他帮我们工作嘛，所以我们必须呢要给他加上这些 tool， 好，那我们就是我们来开启一个 tool， 我们在这个 tool 这里呢找 data table， data table，
然后呢，它要我们选第二节建立的 customer， 那就是这一个，然后呢 get 操作用 get， 好，然后呢重命名，好，重命名，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HTTP tool， 我们再加一个 HTTP tool， 另外我用这个，另外我用这个 head， 那个 credential， API key， credential head， 这个，然后呢，设定好标图参数，这个东西我要设定。好，然后描述我们也给它，好，命名 get all the data。Get all the data. Get customer. 好，我们这两个节点设定好之后呢，我们现在呢来把这个系统提示值换成这样，复制过来。然后贴上，然后呢，我们来试试问他一些问题可以问问看我就不改中文了反正呢不知道了自己再去 Google 翻译，有没有他自己就会去捞这个资料跟你说呢 ，customers 呢是在 America， 这样，那你也可以问他 ，customers 客户上有多少订单？然后他都会去抓有2笔。好，那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一样来考试这样就开始考试了。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考试。好，这样就完成了我已经考到这张证照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 N8N 证照就是官方核发核可的这样。那你也可以看我们的进度是怎样。
91%84，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很在意那个进度的话，你就是那个每一个绿色都要按的。我刚刚有的绿色没有按，那样。你如果很在意的话，就是每一个绿色都要按，这个每一个绿色都要按，你不在意，有过就好了，那就是这样，好，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